南韩第一穿模虚拟男团 Plave 他们的世界观。那这个设定呢，其实就有对应到哈敏他在思考还有嘴巴张开的时候会出现0和1的这个小特效。这次回归的 QR code 里面呢，也藏了哈敏给我们的讯息。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以为我只是追个星，怎么还要学这个程式语言啊？有心地。안녕하세요，辛迪也有。大家看到标题还有我身上穿这件 T 恤，没错，辛迪走套路回来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套路系列的影片，只是我后来把它变成短片形式比较多。一方面是适应潮流，然后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之前有非常多 MV 解析会被红标。所谓的红标就是呢，它虽然同意让你使用这些片段，但是呢它会把所有的盈利都拿走。所以呢我做这些 MV 解析基本上就是很花时间，但是又赚不到一点钱。因现实考量，我就把数量减少了嘛。不过如果是用短片的形式的话呢，就比较好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比较不会有这些红标的问题。但是你知道有一些 MV 就是真的比较复杂，或是它背后的世界观需要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如果我真的很喜欢，我还是会把它拍成长片分享给大家，好不好？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解析的就是我最近的爱团，南韩第一穿模虚拟男团 Plave 他们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最近推出迷你1集回归嘛。那我在看他们的回归直播的时候，意外发现其实他们这次的专辑是有延续他们之前出道曲的故事脉络的。虽然我已经有做了一个比较短的直播 QR code 的解析了，但我今天就把它做一个更完整、更详细的解说。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跟我一起继续看下去吧。首先要先来稍微介绍一下 Plave 是一个怎样子的团体。他们是由 Blast 这个公司推出的一个虚拟男团，那他们背后呢都是有真人去动态捕捉的，所以可以说他们是 VTuber 男团啦，本质上是一样的。Plave 这个团名呢是由2个单词组成的，分别是代表播放的 play， 还有代表梦境、梦想的这个法文单词，有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创造新世界的含义。那其实这个含义呢，就是整个 Plave 世界观的中心思想。在韩文的维基百科里面呢，有提到这样一段话：生活在虚拟世界 KLM 中的成员们，被地球开发者赋予了能力，来到 Asterum， 在那里他们可以跟地球，也就是 Tela 进行交流。Asterum 就是存在于 Tela 还有 KLM 中间的神秘空间。在出道曲 Wait for You 的 MV 呢，就可以看到成员们从 KLM 来到 Asterum 的过程。这边有3个非常重要的单字，分别是 KLM、Tela、Asterum。KLM 的话呢，它在拉丁语里面有天空的意思，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就是 Plave 他们所居住的这个虚拟世界，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网络世界。那 Tela 在拉丁文里面则是有地球的意思，也就是代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那在这2个世界的中间呢，有一个神秘的空间叫做 Asterum， 这个词是他们的自创词，是来自于古希腊文的这个字，有星星的含义。原本的 Plave 跟地球上面的我们是生存在2个不一样的空间，彼此之间是没有办法互相交流的嘛。但是只要他们来到了 Asterum 这个空间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跟 Tela 也就是地球上的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回到 Wait for You 的 MV 里面，可以看到一开始镜头带过了 KLM 的各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虽然5位成员他们都是在 KLM 这个虚拟空间里面，但是呢他们5个人是散落在各处的。像义俊他就是在一个看起来像实验室的地方，那诺亚呢他则是在一个看起来像魔法国度的地方。斑比跟银虎所在的这个空间呢，就是看起来比较现代化一点，有很多漂浮在空中的交通工具等等。那再来还有哈敏所在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应该不难看出很像是在一个充满数据的空间吧。其实哈敏这位成员呢，他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所在的这个空间呢也可以说是建构出整个 Plave 的一个场所。在 MV 里面可以看到哈敏他不停的在收集方块，这个方块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是来自 KLM 这个虚拟世界各处的资讯。斑比还有银虎的这座城市，它的配色主要是带有紫色调。那下一个画面呢，其实就切到哈敏他把一个紫色的小方块结合到它中间的这个立方体上面。那这个设定呢，其实就有对应到哈敏他在思考还有嘴巴张开的时候会出现0和1的这个小特效。然后呢我们常说电脑是由0跟1组成的，这边的0跟1呢是代表位元，也就是2进位资讯的最小单位。8个位元可以组成一个位元组，可以拿来编码成字元。那字元呢，就是代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用到一些字母啊、数字或是标点符号等等，而很多的字元可以结合成一个字串。这些元素呢，就是构成数据、构成电脑的元素。当哈敏他收集到跟成员们有关的这些资讯的时候，其他的成员们也各自收到了 Hello 的讯息，并且得到了一个媒介。像义俊呢，就是拿到了水晶球；诺亚拿到了魔法书；斑比拿到了一个硬币；
那银虎呢则是一个地图。其他这4位成员收到这些媒介之后呢，也都纷纷开始了动作。在哈明收集资讯，并且将这些位元慢慢的组合成模块的这个动作同时，地球上也有一个开发者正在写的程式。这个地球开发者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看作是 Blast Play 的制作公司里面的工程师，就是杜克斯啦。虽然在 MV 中只有闪过一下下，但是在电脑荧幕上面的这个程式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里面藏了好多彩蛋。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以为我只是追个星，怎么还要学这个程式语言啊？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时候在整理的时候头超大，因为我完全没有程式语言的背景，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我在网络上面一个一个查来的。那如果有错误或是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也可以请各位有学程式语言的大大们在底下留言补充。最上面可以看到 Program Console， 就是程式码最基本的这个控制台的模式。主控台的程式呢，它的空间被命名为 Plave。那接下来有这一串非常长的程式码，这边中间呢有一个等号。程式语言里面的等号不是等于的意思，而是把等号右边赋予到左边的一个概念。所以这边的意思呢，就是把5位成员的字串赋予到左边的 Plave 这个团体里面。那前面这串呢，全部都是专有名词。去了解这些名词背后的意思之后呢，觉得这边的设定真的很有趣耶，有去定义了 Plave 这个虚拟 VTuber 团体的概念。首先一开始这个 Private 表示这个城市的访问权限，它是仅开放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开的。这个就对应到 VTuber 的特性，因为像他们5位成员背后都会有一个控制他们的中之人嘛。那在 V 圈里面，其实中之人是不能对外公开的。Static 在程式语言里面是一个修饰词，代表静态的。如果被定义为静态的话，代表说这些变数它一开始就存在在整个记忆体当中，而且啊，所有的变数都是可以共享记忆体，然后都是会互相影响的。就像 Plave 背后的这5位中之人，他们本来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而且啊，他们会跟自己的那个角色去共享记忆。除了代表角色跟中之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呢，也可以说这5位成员他们都是互相影响、牵一发动全身的，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 Plave 这个团队。那再来 Read Only 是唯独的意思，如果被命令为唯独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更改，表示这5个人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们。那接下来下面这个 man 后面一个括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程式码的进入点。从这边开始呢，就可以看到主要的程式码内容。地球开发者他的目的呢，就是想要 try connect with Terra， 就是要尝试去连接地球。这个地方他使用了布林运算，然后还用了一个 if else 的判断式，把它转化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在这段函数当中，如果满足5位成员相聚在一起成为 Plave 这个条件的话，制作公司 Blast 把5位成员 Terra 还有 Callum 这3个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命令就会执行成功，反之就会失败。所以5位成员相聚成为 Plave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是这个程式码的核心。刚刚有说到哈明他尝试去联络其他成员，传送 Hello 的讯息给他们，让他们去发动可以跟 Terra 沟通的这些媒介。那当他们发动之后呢，再加上哈明去整合了这些媒介，组合成了一个模块。同时地球开发者也按下 F5 执行了这个程式码，所有的条件都被满足了，于是呢时空裂缝就被打开了。这边有个小彩蛋，如果仔细看直播中哈明的房间的话，在出道前窗外的时空裂缝是闭起来的，但是出道之后时空裂缝就打开了。这次回归前的直播甚至还有剧透下雨的部分，所以以后直播背景真的要认真看。那这个时空的裂缝呢，就把5名成员都拉进了 Callum 还有 Terra 之间的神秘空间 Asterum， 也就是星星上。那在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看到时空裂缝，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地球 Terra。画面也从原本上下有黑边变成了全萤幕。那新歌第6次夏天也是用全萤幕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全萤幕就表示他们可以跟现实世界跟 Terra 沟通。那哈明除了有传讯息给5位成员之外，这次回归的 QR code 里面呢也藏了哈明给我们的讯息。因为他们这次回归是一个校园风嘛，所以地点就在一个教室里面。教室后面的黑板还有布告栏可以看到他们涂鸦，还有很多海报。这些海报呢也有同时出现在他们这次的第6次 MV 当中。这张海报的左下角可以看到有一个 QR code， 现在扫进去已经没有东西了，但还好我在跟直播的时候有扫到。扫进去之后呢，就会得到了一个执行程式码的画面。这个程式码可以看到有某个人他下载了识别文本的软体，安装之后呢，就成功的在2022年的1月21号凌晨3点27分提取到 unknown.pkt 这个档案中的文字，就是最下面的这行绿色的文字。那其实你在看回归直播的话，可以看到他们教室后面的那个时钟上面其实也有写了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同时也是 Wait for You MV 里面诺亚翻开的那本魔法书上面的文字。
字，它是由非常多重复的符号组成的。那 Twitter 上面呢就有网友大大把它对应到韩国的40音，发现是可以吻合的。那我努力去对照之后呢，就发现这行绿色字可以变成下面这行韩文字母，把它拼起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句话안녕하세요 하민입니다，大家好，我是何敏。这个地方就是对应到一开始 Wait for you 的 Hello 讯息，也更加确定所有的 Hello 讯息都是由哈敏发出的。那他也成功的把这个 Hello 的讯息传达给地球上面的霹雳们了。 안녕하세요 하민입니다。那其实这个魔法书上面的字也不是乱写的哦，把书上的内容经过排列组合之后呢，可以得出一段预言。这个预言其实就有点在对应哈明的使命的感觉。上面写着：作为这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和人类沟通的少年，请修补这个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某个瞬间出现的裂缝，在这个逐渐崩溃的世界里，找回人类世界的和谐和和平吧。那接下来右边这一页上面这段稍微有点破碎，但是可以大概知道虚拟世界的人和人类世界沟通，获得人类世界的关心，可以让他们活着，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自由。那如果要维护和谐跟和平的话，要让虚拟世界跟人类世界融为一体。那融为一体的方法呢，就是成为世界偶像。那预言的最后呢，也希望这位能够跟人类世界沟通的少年，可以帮助这世界上所有夜空中无数的星光、流星雨还有极光，让他们都可以闪闪发光。这次的副标题是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这个名字呢，应该是来自1933年由英国作家 H.G. 威尔斯推出的同名科幻小说。那这本小说它背后的架构是采用了未来历史学。我们以前认知到的历史学呢，他们在研究特定时空下面人类的思想行为以及他们所接触的人事物。这些人事物通常也都存在在现实物理的世界中，但是随着数位科技的发展，人类创造出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因此就出现了未来历史学。虽然他们研究的对象依然还是人，但是他们会同时研究现实世界跟虚拟的网络世界，才能够更完整的去观察这个时空背景下面人类的一些思想行为。这个又回去对应到刚刚前面提到的 Wait for you 的世界观。Play 的团体名称是结合了 Play 跟梦境，然后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就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嘛。粉丝名霹雳呢，则是结合了 Play 还有 Reality 现实，含义是我们在现实中跟他们作伴。所以 Play 跟霹雳之间的沟通呢，就符合了这个未来历史学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这个副标题要取作未来事物的形状。那刚刚提到的那张海报呢，它的文字上面其实就写着新辉艺术高等学校广播研究社本馆312号。他们的高中是取名为新辉高中，因为 Esrim 有星星的意思嘛，也是他们可以跟 Tela 沟通的空间。那之所以会是广播研究社呢，是因为 broadcast 广播这个英文单词呢，它其实泛指用电子通讯技术去传送声音、影像、影片等等的资讯内容，并且把它提供给公众的行为，也就很符合 Play 他们活动的方式嘛，因为他们会透过他们的音乐、透过他们的 MV， 还有透过直播去跟霹雳们沟通。那接下来本馆312号3月12号呢，正是 Play 他们出道的日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成功以 Wait for you 这首歌、这支 MV 和霹雳们在现实中相遇了，让 Play 还有霹雳们紧紧的连结在一起。那不管是 Wait for you 还是第6次夏天，这两首歌都有非常多跟世界观呼应的歌词，而且他们之间的歌词也是可以相互呼应的。Wait for you 是反复1年又1年的等待，然后到第6次夏天，他们成功跨越了时空的缝隙，朝着他们所期盼的光芒，也就是代表霹雳们所在的地球奔跑而去。而最后 Play 跟霹雳相遇的地方，就是他们梦境中第6次夏天的开始，对应到 Play 他们是在梦中活动，然后霹雳们是在现实中相伴。那这次第6次夏天 MV 中出现的金盏花，他们有亲自解释这个花语有2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呢是对分开的朋友所传达的思念之情，然后第二个呢是盼望一定要实现的幸福。花语其实就代表 Play 还有霹雳之间的状态。虽然因为梦境跟现实的这个距离必须要分隔两地，但是呢透过不断的沟通，幸福一定会降临在我们身上。Play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团体，他们几乎所有的作词作曲啊，甚至还有编舞，都是由成员们亲自去参与的。透过歌词也可以更了解他们的世界观，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把霹雳们放在心尖上面在疼。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他们的收录曲，而且一定要去看歌词。以上就是 Play 的世界观解析啦。然后我有看到有些人有在讲说，可能有跟轮回啊、生死有关，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才推出第1张迷你专辑，所以我觉得可以继续等待他们之后慢慢推出的作品，看看这个世界观可以再做怎样子的发展。那我自己是觉得 Play 还有 Blast 非常厉害，他们把 VTuber 这个虚拟偶像的概念用这么美的方式呈现出来，看了就会觉得哦，好像有点感动哦，有点微泛泪哦。不知道各位霹雳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想呢？那如果你们有发现其他的彩蛋，或是有其他更多的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别忘了喜欢，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发片通知。也别忘了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霹雳知道。那我是 Cindy， 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